作为一个成熟的混子，我对5个位置都有很深入的研究。上单就玩石头人，中单只玩马尔扎哈，补位辅助掏出猫咪，补位 AD 就选 EZ，补位打野秒退游戏。以上是我总结出最简洁有效的混分方法。至于是往上混还是往下混，就看你的运气了。当然，英雄难免有被ban的时候，比如这把石头人被对面ban了，我只能选个好赖线的大虫子抗压，打不过杰斯也无所谓，争勇斗狠那是大哥风采，成熟稳重，方显混子本色，就站在远处用 Q 补刀，杰斯拿我也没什么办法。但我都这么窝囊了，盲僧还来抓我，我直接将计就计，盲僧 Q 过来的瞬间，闪现把他带进塔里。所谓混学，就是在峡谷躺着上分的学问。大虫子虽然没有石头人那么好用，但是胜在控制多，4个技能3个控制。团战里人多眼杂 ，Q 了再歪也能击飞一个。如果一个人都没 Q 中，也不用慌，小技能 CT 短，团战能放好几个。当然对线期最好还是主 W， 尤其是跟对面这种带相位的杰斯对线，跑得快，手还长，我们就当自己没有 Q。另外，大招有就用，千万别留着吃英雄，因为打野不来，我打不过对面，想吃也吃不着；打野来了，我再吃，那不就抢头了吗？还不如不吃。对我们混子来说，6层被动比16层更舒服，因为这代表我让给队友至少10个头，比给我自己加血作用大多了。很快，螳螂又来帮我抓了一波杰斯。这杰斯比较急功近利，一直在找机会打架。我们混子就专门克制这种人，打野不在周围，我不可能还手。只要我还手了，打野必在周围。我们混子就是这样，劣势对线打不还手，优势对线帮助队友。杰斯想打架，我就避战；杰斯想避战，我就推线。打不过他没关系，我可以无聊死他。玩游戏不怕打不过，就怕没架打。很快，这杰斯就没耐心了，在聊天框出言不逊，说我玩的菜。之后更是亮出弱爆，试图激怒我。这种小儿科的激将法，我不可能上当，理都不要理他一下。不是因为我脾气好，而是因为队友都是劣势，我没有底气反击。这波先锋团辅助一马当先，留住卡尔玛，我们给个 Q 封走位，接着走过去 W 接 E， 一口给他吃掉。杰斯和 EZ 跑的是真快，完全留不住，但是先锋拿到了，这波很赚。混子玩大虫子最忌讳出心之刚，一定要戒掉刚瘾。心智坚定的人肯定不会出心之刚，因为他心智坚定；而不坚定的人一旦开始刚，就很容易失去自我。只要刚到上头，就会开始不顾自己和队友的死活，心里全是刚，见到就想叠。所以能不出就别出，除非对线狗头石头人这种比较好欺负的，可以出一个玩玩。这波我们牵制住对面双 C， 队友成功完成收割，我们再顺势拿下厄塔汉，但总体还是劣势，局面依然不容乐观。此时我们前期埋下的伏笔奏效了，这杰斯开始发力了。这波他不等队友，一个人闪现过来开团，能看出来他很着急。前期我不跟他打，耗着他，中期一直被我队友抓，后期他实在太想找架打了。带走杰斯，我又不小心 Q 中 EZ， 轻松打赢一波团战。眼看局面大好，我们终于可以报仇了。问问杰斯是不是急了？结果他直接开始人身攻击，能看出来是压抑坏了。我们再刺激他一下，赢不了游戏也不至于骂人吧？结果他说就是看我菜，单纯想骂。此时我俩的矛盾已经到达顶峰，这把谁输谁睡不着觉。虽然我曾经用这个无聊冷暴力战术打急眼过无数上单，但是人身攻击的确实没几个。对付这种人，我们就得狠狠的躺赢。有实力的赢是理所当然，没实力的赢才是真的诛心。这里大龙马上要刷了，我们来抓下 EZ， 对面根本没人来帮忙。带走 EZ， 我们再顺势去打大龙。盲僧一直在旁边晃悠，我们根本不虚。螳螂有惩戒，我有大招，底牌全在手上。盲僧来就是送。虽然龙被抢了，但是队友一点都没有怪我和打野。卡牌说小问题没事儿，卡莎大哥说下波再打回来。说实话，这把我们能这么团结，杰斯居功至伟，没有他一直在那挑衅，队友也不会那么想赢。平时大家玩归玩，闹归闹，但遇见喷子还是一致对外的。这波盲僧被我们抓住，我刚准备输出，盲僧就一个大招把我踢走了。但是大哥的位置非常好，我想过去保护他一下，走的还没大哥杀得快。再一转头，发现卡牌和螳螂把对面后排也都切完了，我们连大招都没用，就轻松打赢团战。此时我们占据主动权，必须嘲讽杰斯2句，再气他一下。结果卡牌早就看不惯杰斯了，也帮我说了他一句，但说完他就后悔了，因为恩怨局输了太丢人。于是卡牌赶紧跟队友说他太想赢了。巧了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这波高地团，我原本是想稳扎稳打不越塔的，但是卡牌玩得非常好，直接大招进塔开团，辅助立马跟上控住2个，我们再过去续上控制，配合队友带走盲僧和卡尔玛。眼看胜负已分，我们也别忘了继续追击杰斯。这次他一反之前嚣张的态度，一句话都没说，因为说什么都是在自取其辱。这恩怨局就是一把双刃剑，赢的人特别解气，输的人极其难受。我也是很久没有过这么强的胜负欲了，当然再想赢也得躺赢，这就叫不忘初心。最后这把也是在大哥的带领下轻松取胜，看得开心别忘了3连关注，下期视频我一定火速更新。